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花了7000块租下了这个有30年历史的老院子，一眼就看上了这个拱门和照壁，院子也很方正，想把它改造成一个小花园，养养花，种草，夏天还可以吃烧烤，满满的幸福感。这次呢，想要自己设计，自己动手装修，把小店打造成自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准备重新粉刷一下墙面，问了家里的老人，也查了很多资料，感觉自己应该可以。这个房子很老，墙皮都脱落了，得用小铲子一点一点弄干净。墙上有很多小洞洞，破了一些腻子，一个一个都给它抹平。颜色我选了暖暖的鹅黄色，让人的心不知不觉宁静下来。从小就恐高的我，现在能在脚手架上自由上下，所以生活真的具有多种可能性，一切只因你的改变而不同。天黑完工啦，胳膊已经累得抬不起来了，变化还是很大的，非常满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想要改造一下这个破旧的老窗户，大家看我的动作是不是非常熟练，不像第一次干。跟邻居借了专业的工具，把窗户简单的清洗和打磨了一遍。下午的太阳真的格外迷人，刚洗的窗户也干得比较快。刷漆的过程太解压了，感觉注意力只集中在这一件事上，没有什么不开心。可是3天以后手都酸了。不过这个颜色也太好看了吧，我选的复古浅绿果然没有踩坑。改造真的要学会自己动手，很多你想要的样子不是说一说别人就可以帮你做出来。看门的效果也不错吧，今天的工作量太大了，可能发的比较晚，我相信你。 Hello， 大家好呀，你们猜猜我这是在哪里？今天遇到了一个宝藏小姐姐，本来是去找她买防腐木的，可是好木材真的太贵了，小姐姐看着我舍不得买又不肯走的样子，把我带到了她的旧仓库。小姐姐说这些拼起来可以拼成我想要的桌子。改造小院以来，看到旧东西就想往回捡，感觉能够用得上。看，这是我找的放在院子里的小桌凳，用了1上午的时间买了1车的保费，花了300块，真的特别感谢。Hello， 大家好。自从改造这个老房子以来，为了尽快把老店搬过来，每天都在赶进度。今天我要慢下来，改造一下这个被房东阿姨扔掉的破椅子。开始改造小院以后，我发现我在外面看到小石头、破凳子、破椅子，都想往回捡。不知不觉到了幼儿园放学的时间，接吉米回来继续画。这个凳子的主色调我还是选择的复古绿色，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做一件事情或做一件东西，或许做的不是最好的，但却是很有意义的。涂着涂着，天就黑了。Hello， 大家好呀！因为身体原因，小院改造停了2天，你们是不是也都等着着急啦？还记得这个破柜子吗？当时来看房子的时候，房东阿姨说要把它给扔掉，我果断给留了下来。不过我在洗它的时候，终于明白为什么70岁的房东阿姨要把它给扔掉了，实在是太脏太破了。对于没有绘画功底的我来说，能不能把它改好，我心里也没底。很多人问我想把小院改造成什么风格，
我理想的风格应该是法式复古风。看着这个小柜子在我的笔下一点一点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，心里超满足。有了这个柜子，又朝我喜欢的风格迈进。大家好，今天终于对小院下手了。一直都想在小院里垒一个花池，但是好几个方案都不太满意。与其一直纠结下去，不如干脆行动起来。我设计的是卡座加花池相结合，也不知道最后呈现出来能是什么样子。很多人问我装修小院是不是花了很多钱，其实从装修开始到现在一共也就花了1000块钱。因为现在装修最贵的就是人工，为了节省成本，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干，不管是会的还是不会的，都在努力尝试。如果不是装修小院，我都不知道自己竟然还可以垒墙。所以无论什么事情，只要我们坚持和努力，都会变得越来越好的。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，接受平凡的自己，但是不要放弃理想和热爱。经过我们2天的努力，还有老妈的客串指导，终于花池和卡座垒得差不多了，是我想要的样子，距离我理想的小院也越来越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你们期待已久的地面改造。这个红色墙裙我选择的是用这种复古贴纸给它装饰一下。这个贴纸贴起来也不是很费劲，主要是要把墙面清理干净。接下来就是铺地板啦，来看一下我选的这个地板，跑遍了材料市场，看好的又太贵，便宜的又看不上，最后终于让我找到了这款价格又合适、花色又喜欢的地板。地板我还是坚持我们自己安装，所有人都觉得我们不可能自己完成，凭着我这股不服输的劲儿，借来工具我们就开干，一边咨询专业人士，一边自己摸索。刚开始安装的过程中，确实遇到了很多麻烦，一个小小的墙角弄了将近1个小时，还好各种麻烦和困难我们都克服了。改造这个破房子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有多能干，而是要在自己有限的生命里去尝试各种事情，去体验和感知过程的美好。只要努力想做的事情都能做好。在30加的年纪里，从银行辞职自己创业。今天继续铺大屋的地板，有了昨天的经验，今天的速度快得有点儿惊讶，用了1个小时铺了这个大屋的1大半。看我的动作是不是娴熟了很多？